第12届北极理事会部长级会议于当地时间周三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举行。参加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晚上进行了约2个小时的会晤。这是美国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俄高层官员首次面对面交锋，为即将举行的美俄元首会晤铺路，备受关注。在会晤中，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用碰肘代替握手，并在谈判桌旁坐下。双方强调，即使两国之间存在分歧，但应该在一些特定领域进行合作。布林肯表示，我们之间存在分歧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如果俄罗斯对美国和盟友采取侵略行动，华盛顿将作出回应。与此同时，在疫情和气候变化、伊朗、朝鲜以及阿富汗问题等领域，两国存在共同利益。若美俄可以合作，世界将成为更安全之地。拉夫罗夫也承认，我们对国际局势的评估存在严重分歧，我们在如何解决局势正常化的方法上存在严重分歧。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拜登同意两国应在利益吻合之处合作，特别是在战略稳定问题上。双方之间不仅仅是有矛盾，那么在矛盾的冲突当中呢，双方也意识到，其实两个国家作为这个国际的这个军事的大国，都有共同的利益在这边啊。你包括像这个军控的体系，尤其是战略稳定方面，其实两个国家都有很强的共同的利益。这个不仅仅是对于国际安全有很大的作用啊，另外其实对两个国家那个能够保证自己的安全，那么用更多的资源来发展这个国家的经济，也都是有很大的益处的。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会晤或为下月举行的美俄元首会晤铺路，以改善两国外交关系。因为确实拜登对俄罗斯确实很不友好，那么普京呢确实也对这个民主党执政的美国也是很不感冒啊，所以其实之前国际舆论都是有很大的担忧。那么我想这次双方的外长的会面其实是有助于平息国际舆论的这方面的担忧的。美俄关系近年来持续紧张，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双方在军控领域实现有限合作，但在乌克兰、网络安全、人权、俄罗斯干预美国选举指控等问题上分歧明显，对抗加剧。本月初，拜登提及希望能在6月访问欧洲期间与普京举行会晤。此外，美国对俄德的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似乎也做出了一定的让步。布林肯周三证实，美国政府放弃了对北溪2股份公司及总经理马蒂亚斯·瓦尔尼西实施制裁的计划，称此举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佩斯科夫周四回应称，美国放弃制裁是积极信号，美国立场的变化不再对已经进入收尾阶段的项目造成不必要的障碍。北溪2管道未来命运如何？现在呢，可能还没有说是因为这次美国放弃制裁就能够盖棺定论啊。因为之前其实美国对北溪2管道已经进行了很多的其他方面的制裁。那么未来呢，如果说美国想继续利用这个北溪2这个筹码来这个调动对俄关系的话，它还是有很多的资源。未来北溪2管道的这个前景还是要取决于美欧俄三方的这个互动的前景。外交上的接触并未改变美俄在军事领域激烈博弈的现状。就在美俄外长会晤前，两国军机还在空中进行过招。俄罗斯西部军区新闻处周二发布消息称，俄罗斯空域监控系统当天在波罗的海中立水域上空发现靠近俄边界的空中目标。波罗的海舰队执勤防空部队一架苏27战斗机随后紧急出动，对空中目标进行拦截。苏27飞行员识别出空中目标为美军 B-52H 战略轰炸机，并在波罗的海水域上空对该轰炸机进行伴飞。而此前一天，俄罗斯也派出2架图95战略轰炸机进行了在黑海的军事行动，并且还出动了苏27战斗机进行护航。俄罗斯图95战略轰炸机出现后，欧洲多国还拉响了警报，进行了战机的紧急起飞和警戒任务。美国和俄罗斯他们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老派的，而且是经验很丰富的这个大国啊，他们之间的互相博弈肯定是交织着冲突与合作。周三，俄罗斯国家杜马则投票支持废止开放天空条约法案，以作为对美国单方面毁约的回应。联邦委员会将于下月2号表决，普京签署后6个月正式生效。开放天空条约由美国、俄罗斯和大部分北约国家于1992年签署，2002年起生效。但在去年11月，时任的美国特朗普政府以俄罗斯违反条约为由，正式退出该条约。分析指出，美俄2大军事大国退出之后，开放天空条约基本已经名存实亡，损害俄罗斯与美欧的战略互信。开放天空条约的存在确实有助于双方来这个保持和建立这个互信啊，那么使得
双方对方的这个军事实力有更清楚的认知。但是我个人认为呢，就是不应该高估这个开放天空条约废止带来的这个负面的影响啊，因为整体上来看，在这个军控体系当中呢，这个开放天空条约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重要。